這個房間兩側的牆體居然詭異的自己動了起來。更要命的是，它還向着房間中央不斷擠壓。意外被困在房裡的黑猩猩見狀，頓時不知該如何是好，急忙用坐墊蓋住身體，並呼喚狗狗回到自己身旁。但墙體仍在不断挤压，看來两個可憐的小家伙這一次是凶多吉少了。猩猩只得不捨得拍了拍狗狗額頭，跟他道別，然後躺回地上，等待着死亡的降臨。但就在這時，牆體突然停止了移動，兩個小家伙幸運地逃過了一劫。猩猩趕緊拍打狗狗額頭，安慰他不用怕，沒事了。但此刻狗狗卻覺得自己非常對不起猩猩，因為他一時貪玩，不小心觸碰了開關，才導致牆體移動。要不是領班小姐姐及時發現，後果不堪設想。不過猩猩並沒有生氣，豁達地表示洒家忽悠你擦窗，拖欠你香腸在先，你用移動牆吓洒家在後，現在咱俩扯平了。處理完兄弟恩怨，猩猩立馬又投入到了工作中。在小姐姐的帮助下，他終于把宴會廳的餐桌坐墊擺放完成，讓大保健水療的貴賓大爺大媽們舒舒服服的享用了一頓豐盛的晚餐。很快天黑了，忙碌了一整天的兩個小家伙終於回到了大保健員工宿舍。現在他們只需美美睡上一覺，等明早歡送完大爺大媽，再找老闆娘結完工錢，就可以回家過年了。兩個小家伙可能是真的太累了，剛一躺下就立馬鼾聲四起。哎，這掙點過年錢也確實不容易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爺大媽們就擠着2路公交匆匆離去，趕往菜市場。這是大保健水療年前最後一批客人，所以猩猩在歡送客人時特別賣力，手掌都快搖斷了。為表尊重，他還不忘腦門着地，給遠去的大爺大媽們拜了個早年。歡送儀式結束，猩猩回到大堂，拍了拍狗狗，豪氣地表示等結了工錢，洒家給你買香腸。但領班小姐姐並不着急發工錢，而是示意兩個小家伙跟節奏，還有額外獎賞喲。猩猩一聽開心極了，屁顛就跟着小姐姐進了屋。但進門一瞅，猩猩立馬就愣住了，因為在他面前除了熱腾腾的一潭水，啥也沒有。猩猩非常鬱悶，這麼大一潭水，喝又喝不完，帶又帶不走，你說這咋整？小姐姐趕緊解釋，這是讓你泡溫泉了。猩猩聽完這才恍然大悟，雖然他非常怕水，但還是迅速脫掉了身上的衣物，換上小褲衩，光着膀子準備泡他丫的。因為猩猩知道這種高逼格的溫泉泡一次夠他打1年工，這種享受的機會非常難得，就算是溺水也值了。於是猩猩努力克服内心对水的恐懼，果斷上前。注意看，史上第一隻泡溫泉的黑猩猩即將誕生。